苹果的 AI 进展落后于其他硅谷科技巨头，但这重要吗？其实苹果可以有恃无恐的。与特朗普决裂的马斯克旗下特斯拉公司刚经历过股价万亿级别的动荡，如今至关重要的 Robotaxi 发布近在咫尺。它能拯救特斯拉的下一个故事吗？现在特斯拉又变成了一个背水一战的一个时刻了。著名歌手 Justin Bieber 的妻子 Hailey Bieber 创立的美妆及护肤品牌 Rhode 仅创立3年就以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平价美妆品牌 e.l.f. Beauty。 在网红品牌 2.0 时代，明星们是怎么快速变现的？她是一个真正的流媒体女王在创业。 Hello， 硅谷101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陈倩。那么从这周起我们开始新系列的周播视频栏目101 Weekly， 用更精炼的语言和观点呢，来讲讲过去一周最重要的3件科技与商业领域的国际大事件啊。那本期是我们的第一期尝试，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提意见和建议。首先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刚刚召开 WWDC 大会的苹果。那么上周科技界最关注的事件之一呢，就是苹果2025年的 WWDC 开发者大会。那么可以说呢，去年的 WWDC 上，苹果做出了策略上的失误啊，在 AI 上画出了过于激进的大饼，但随后呢，发现无法达到发布标准，而让市场感到非常的失望。那么截至6月的第2周，苹果今年以来的股价呢是下跌超过了 18%， 在一众科技巨头中垫底。那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问Siri 在哪里？而在今年的 WWDC 上，苹果变得更加务实了，试图淡化人们对苹果 AI 上的期待。更新的重点呢，又回到苹果传统的强项上，也就是重构设计以及使用者体验。所以我觉得欣慰的事情就是他可能又意识到说什么是自己擅长做的事，然后在这个擅长做的这个事情的基础上，可能在积蓄背后这个后发的这个能力吧。希望可能在之后在大模型的这个上面能做到，就是让用户啊或者让市场去满意。刚开始加入苹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那个 mentor 跟我说，哎，恭喜你加入了一个 fashion company， 你加入了一个时尚公司。对，苹果又走在了时尚的前沿，包括推出了 Liquid Glass 液态玻璃界面的全新设计，以及呢宣布了一系列操作系统、服务和软件的更新。虽然呢这个时尚啊也是引发了用户们的各种争议，包括在我们硅谷101自己的选题会上，我们团队内部啊就自己吵了起来。我就截取了1分钟啊给大家听一下。先说一下优点吧，在房顶上面开 F1 真的是太酷了。缺点的话那可就太多了，比如说这个全新版本的视觉风格就是把所有的按钮全部变成透明玻璃吗？啊，苹果的设计师真的不知道玻璃上写字是看不灵清的吗？哎，这玩意儿是有点丑上热搜了啊！但以前苹果的设计也没少被人喷丑，对不对？像那个 iPhone 6突出的摄像头 ，iPhone X 的刘海屏，14 Pro 的灵动岛，对吧？你看其他厂商照样跟风，哎，而且我看到他那个发布会上的演示啊，他在 Coverage 上是毛玻璃的效果，我觉得估计后续也应该在手机 iPad 上更新优化了吧。这个东西不是加个贴图这么简单，它里面还牵扯的物理引擎的各种模拟啊，还有图形渲染的能力啊。虽然果着的那个芯片性能强悍不怕造啊，但是烧功耗跟那个耗内存真的是实打实的吧？这是在我看来就牺牲了用户体验来换取所谓的设计创意。哎，你要是在意这些功耗的话，你到系统里面把那个简陋动态效果给打开嘛。我觉得这些动态啊，这些动效啊，它得有，但我可以选择不用。那好，那我们说回 iOS， 安卓多少年前就有的功能，您都能这么兴奋吗？啊，那个刚更新的骚扰拦截，这么基础的功能你对企图诈骗的那个骗子，他拦截的如此优雅啊，必须要说清我是来骗你的哦，这个电话他才能响嘛。啊，还有那个实时翻译，你跟你奶奶打电话的时候，对不对？他还需要实时翻译吗？啊，这是命令的呀。好，你说对。还有 macOS 和 iPadOS 的文件夹居然能换各种颜色，还能加图标、表情包，这样吧，外星科技耶，这真的对苹果来说是外星科技耶。iPad 加上 Mac 同款红绿灯也能叫史诗级更新，好。哎，你别说这个红绿灯功能啊，它不就实现了苹果说那个你的下一台电脑合璧是电脑吗？本来我还一直想着说把我那盖了3年的泡面那个麦控键盘给出掉了，现在好家伙，文件管理系统也出来了，对吧？以后我出差只带个 iPad 就够了，这你受得了吗？啊？虽然隔壁啊都是早有这些功能的，但是生态不一样嘛，总比那些缺少软件生态的要好吧？难道你说的生产力啊，就是你天天看着系统时钟，想着我啥时候能够下班？啊，这好像也挺对吧？这也是生产力。哎，我骂累了，人麻了，真的。
我在旁边都听乐了啊。不过呢，这也说明啊，苹果在近几年来确实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争议，因为呢，目前手机的设计和体验再怎么改呢，都比较有限了。那要不然你就在硬件上面大改，比如说像折叠屏，要不然你就在软件上面加入新体验，像 AI 的功能，要不然你就推出新产品，像 Vision Pro， 以及呢已经失败的苹果汽车等等啊。但是以上的这些尝试目前都没有特别成功或者特别惊艳的，特别是 AI 上的进展，不但没有实现去年的承诺，那么在过去1年中还出现了紧急换帅的情况啊。那 Tim Cook 呢对之前苹果 AI 负责人 John Genedry 的产品开发执行能力是失去了信心，所以呢是调派了 Vision Pro 的负责人 Mike Rockwell 来协助工作，来负责 Siri 的产品。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啊，苹果的故事快要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在和一些嘉宾聊天的时候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要主要聊一下苹果在 AI 上的进展。很多开发者认为呢，苹果在做的事情与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等一众的 AI 公司，甚至 Meta 和谷歌呢都完全的不同。所以呢，我们不能去横向对比啊，因为苹果它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也就是它压住端模型上的体验和使用，而不是大模型能力。苹果官方给大家的时间点是有可能2026年，然后我们会出这个所谓的这个 LM Series，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按照现在大模型发展的进度，到2026年，比如说春天，就是或者说到年底，那时候我们甚至都可能已经有 GPT-5了。然后苹果甚至还在几天前发一篇文章说，他们觉得 Chain of Thought Thinking 是 illusion， 所以就感觉就是苹果其实在于研发最 frontier 最尖端的这个角度，我感觉他们并不是他们一直擅长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角度肯定苹果是非常非常落后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觉得苹果有它自己的一些优势，苹果在控制系统，它有很多就是云端模型根本都不可能去接触到的东西以外，我觉得苹果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说，它一直比如说Craig 他的采访里面他一直强调说 OK 我们的模型必须是 pervasive， 必须是 proactive， 就是说我们的模型是必须要存在你的系统中，它并不是像 ChatGPT 一样变成一个就是集中的 app， 然后这个 app 可以像一个 chatbot 一样做。就苹果认为 AI 不应该是一个 chatbot， 它应该存在你所有的 interaction 里边，它就算拿掉了 AI， 它本身也可以工作。所以苹果在比的赛道呢，不是 AI 大模型，而是端侧模型在手机硬件上跑的体验。但苹果在过去1年遭受到的挑战是啊，它技术还没有到可以落地的时候。而苹果的哲学我们知道是，如果技术达不到苹果的标准，那么就无法推出给用户使用，那这就是推迟的原因。现在端侧我们说这种几十亿的这种小模型呢，他们在能力上，它还处在一个快速增长期，但是同时呢，就是说他们和是不是真的能力慢慢的已经达到了可以落地，可以真的完成用户所 care 的这些任务，这个距离有多少？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距离的。那这个距离当下来说，可能是要靠 LoRa 靠微调来去弥补。但是呢，就是 LoRa 和微调，它一定是一个会使得开发门槛更高的一件事情。那么最理想的情况，像你直接用 prompt 把 API 扔给这些模型去开发所有的应用，这一定是最低门槛的一种方式。那么作为开发者来说，一定是希望看到这个发生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以及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它能够解决的是60%的问题呢，还是说它已经能够解决了90%的问题？那我其实觉得当下来说，它可能能解决的问题30%都不到。那么等到它能够解决大家使用手机、使用电脑60%、70%的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于苹果的整个产品的体验感就已经会到了另外一个感觉。虽然说苹果 AI 的进展因为端模型的技术壁垒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这次的 WWDC 上，苹果也是发了一些让人十分期待的 AI 应用啊，比如说实时翻译 Live Translation 功能已经集成到信息、FaceTime 还有电话当中，帮助用户跨语言沟通，及时翻译文本和语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实时翻译由苹果自主研发的模型支持，那这些模型完全是在设备端上运行的，因此呢，用户的个人对话始终保持私密。这个功能其实在其他产品上已经实现了，比如说像这个Meta Ray-Ban Glass， 它其实在大概几个月前就已经发布类似这样 Live Translation 的这样的功能，就基本上你戴那个眼镜，然后你就可以下载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包。但我觉得苹果做这个事可能它做了一个好的原因，就是它有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app 的一个生态，
比如说现在他在做这个 FaceTime 啊，包括打电话你要用这个苹果手机嘛，然后还有苹果各式各样的设备，其实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硬件的一个端口，能够让人可以去更方便、更好的使用这个功能。所以说，就技术本身的话，它并没有惊艳到我，但是它把它融入到整个的这个 App 体系啊和这个硬件端这个体系，我觉得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尝试。那这一次 Live Translation 就在我的眼里，它可能带的一个印记呢，就还是侧重于端侧计算这个方面。那可能其他很多家的产品，他们用的是一些云端去做翻译的这个服务啊。那这个 feature 呢，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他可能觉得，哎，我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啊？但是呢，就是说对于很多企业用户，尤其是你公司，你可能打电话，他们会有一些这个 compliance， 然后有一些这种隐私安全的这种要求。那这个功能在这种场景里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另外呢，苹果面向开发者呢是开放了端侧大模型的访问权限 API， 允许呢任何 APP 都能够直接利用 Apple Intelligence 核心的端侧基础模型。那么这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啊，因为呢借助 Foundation Models 框架呢 APP 的开发者们只需要3行代码就可以轻松的访问 Apple Intelligence 模型。那么这可能是苹果的 AI 生态繁荣起来的第一步。这个 API 是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东西，因为手机生态呢，最重要的还是能够把第三方的这些应用的开发者都给利用起来。那这次的 API 我其实觉得它是去能够帮助开发者去零成本的，然后去把系统级的把 AI 集成在各个应用里。那这个会带来的好处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开发者们他们能够更容易的得到AI 的这个能力啊，而并且呢开发者不需要去担心云端模型所带来的这个运营成本啊。然后第二点呢，因为这个东西是深度集成在苹果自己的操作系统里面，所以它就可以很好的去调用苹果的硬件资源。因为苹果他们其实一直也是对于自己这个他们的 Apple Silicon 自己的这个芯片上面的 NPU， 然后包括 AI 怎么和内存协同各方面的做了大量这个优化。那么这个优化呢，现在慢慢的就可以从苹果原生的 App 渗透到第三方的这个 App 里面，所以这个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虽然在这次 WWDC 发布会期间，华尔街是不买账的，我们看到苹果的股价在这几天呢一直都是在下跌啊。但是很多开发者们在跟我们聊的时候，对苹果还是非常的乐观，包括在 AI 上的未来。那他们很多观点就认为，苹果有一个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数据。苹果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而且加上就是其实苹果有很多就是在我们个人设备能拿到的模态，比如说像家里的传感器，比如说像车上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个人认为是云端厂商有可能是很难拿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他们可能假如说苹果后面他们想在家庭比如说 HomeOS 上面发力的话，我觉得它会有一些别人根本做不到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对它是比较乐观。其实苹果可以有恃无恐的，只要把它的这个端侧的这个硬件，把它这个用户数据收集的这个渠道给做好，让大家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数据放到苹果的这个端侧的这个设备上。我觉得未来来讲，苹果可能在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棋，只要它抓住了牢牢的这个数据端口，不管你做大模型做的多好，不管你以后做任何的这个 agent 做的多 fancy， 你都需要用户的数据。你没有用户的数据，你这个 agent 就没用，对吧？你不知道用户想要什么，你不知道用户的 context， 而且用户不可能把所有的数据都给到每一个 agent 去完成这个事。我觉得最终肯定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 centralized 集中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说，即使现在苹果落后，它也不用担心。那它现在只要把这个用户 UI UX 做好，大家非常愿意去使用，只要 stick to 它的这些端侧的这些设备，不断的把数据源源不断存到这些设备里面中去。那它永远都会在这一个AI 应用的这个时代占有一个不败的一个地步。那这么听下来，苹果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它是世界上手握现金最多的科技巨头之一，它有足够的资源来吸引人才和团队，它手握数以10亿级别的用户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所以呢，要说苹果是否可以有恃无恐，坚持它对完美的追求和对用户体验的标准呢？好像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够否认的一点是，苹果的这一套做事逻辑在AI 之前是行得通的，但是 AI 来了，事情呢似乎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你对于隐私、对于端侧的专注，你必然会带来一定这种
产品开发上的一个挑战。那苹果在过去呢，他们一直所宣传的就是说，我在做端测的同时，我在保证隐私的同时，我不会去牺牲任何用户的体验。那这件事情在 AI 上是不是还会成立？那这会是一个问题啊。那么假设它最终还成立，那么为了达到所预期的这个最终效果，你所需要花的这个额外的时间，会不会使得苹果在这个过程中就掉队了？这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因为大消费者们对于苹果可能一直以来还都抱有很大的期待，这个期待和耐心能不能支撑苹果度过去开发端测小模型前面的这一段阵痛期，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当 AI 这个新技术让所有的硅谷科技巨头们拉响警报，不停地出新进展，尝试新应用之际，苹果依然在按照自己慢悠悠的节奏去追求所谓完美。那么这种割裂感确实也让人有一些担心。那么嘉宾把这段时期呢称之为是苹果的阵痛期但是这段阵痛有多久呢？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这就是本周我们对苹果的解读。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另外一个热点，特斯拉。最近美股上最大的热点就是马斯克与川普的突然决裂，带来了特斯拉14%的单日跌幅。当然这几天马斯克又服软了，两个人重新握手言和。马斯克现在他是真的不能再分心了，因为他有着一场决定特斯拉命运的大战要打，那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 Robotaxi。按照马斯克此前公布的计划，在6月底之前，他就要在德州奥斯汀正式上线 Robotaxi， 最新的时间定在了本月的22号。我想这一天对于每一位特斯拉的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真正标志性的时刻，因为市场对特斯拉的高估值有很大一部分都建立在 Robotaxi 能否实现之上。现在的特斯拉又处在一个背水一战的时刻，有一个简单的数据就能体现这个背水一战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今年，也就是2025年第一季度的财报里面，特斯拉的净利润是4.09亿美元。但如果你仔细看财报，你就会发现一季度里面其实碳积分收入竟然有5.95亿美元。如果减掉这部分的话，实际上特斯拉已经陷入了亏损。这个碳积分收入它就是车企每销售一辆符合零排放标准的汽车，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碳积分。每年呢都有一个总积分的要求，对于那些积分不足的车企，就需要向积分富裕的企业去购买积分，用来抵消自己的赤字。那对于特斯拉这样的纯电动车企来说就很爽了，因为它每年都有大量富裕的积分可以去卖，而且几乎是100%的利润率。从2009年到2024年，特斯拉累计获得了100多亿美元的碳积分收入，这个其实基本上全都是利润。在2023年，碳积分收入占净利润的12%，2024年占了30%。那到了今年一季度，如果减掉碳积分收入，那净利润就变成负的了。这个局面在特斯拉2020年也出现过。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的确是马斯克对川普大而美法案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这项法案试图逐渐废除这个交易体系。瑞银证券就估计，这有可能在今年造成特斯拉损失20亿美元的净利润。大而美法案呢，它还要求在2025年底前取消对每辆电动车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这个计划比原来要整整提前了7年。摩根大通就估计说，这一项也将导致今年特斯拉的利润有可能减掉12亿美元。那对于这项法案来说，它到底会不会通过呢？现在其实还充满了变数，因为美国参众两院对它的争议也很大。上个月，这项法案在众议院仅仅以1票的微弱优势通过。目前的进度呢是到了参议院正在审计，但特朗普呢是希望他要在7月4号之前就把它签了。马斯克在这个最后关头站出来猛烈抨击，于公于私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大而美法案可以说是悬在马斯克和特斯拉造车业务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特斯拉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它电动车的销量也在下跌。2025年一季度全球交付量同比下降了13%，从2002年以来，局势就没有这么严重过，特别是在欧洲市场下滑的比例比较严重。其实如果你去看过去挣钱的有实际现金流利润的季度的话，其实绝大部分不是靠卖车来挣的这个钱，更多是靠像卖 carbon credits， 就碳积分这个业务挣的钱。所以在资本市场，很多人就打趣说你不是一个造车的公司，你是一个卖 carbon credits 的公司。而且我们也看到，从卖车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今年一季度到今天，
就包括我们能够 track 到它的这个出货量，其实整个形势是非常非常比较悲观的。在美国的整个 penetration 已经走到头了，在欧洲它持续的在丢它的市场份额，所以今年从造车这个角度、业务的角度来说，其实对它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情况好转的这样一个迹象。不过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特斯拉的问题，但特斯拉的股价呢，它依然是在触底反弹中，而且它现在的 PE 仍然高达170倍，这个数字是美股7巨头平均市盈率的3倍，英伟达的市盈率现在才不到50倍。那特斯拉的股价为什么还能这么坚挺呢？这里面它主要靠的就是 Robotaxi， 它代表了投资者对特斯拉的认知已经从一家车企变成了一家 AI 公司。比如说，在摩根斯丹利的估值体系里面，就有60%多的价值是来源于 FSD 和 Robotaxi， 而电动车业务就只占到了20%。在最看好特斯拉的 ARK 木头姐的估值模型里面 ，Robotaxi 更是在未来会占到特斯拉90%的价值贡献。所有的特斯拉投资者都会问这个问题：你这个车这个利润率下降怎么样？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今天还在投资特斯拉的人和2-3年前这批人已经不一样了。或者说，即便是同样的一个人，他的投资思路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了。我觉得市场就是合理的了。作为马斯克，他难道不知道川普大而美法案这件事情的利润率的影响吗？对吧？他在支持川普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然后你再看大家一直所批评的马斯克，在过去2到3年里，对于造车、对于新的车型对于廉价车型，他的所投放的精力，再来联系到这一切，那又说明什么？非常非常的明确，对于我来说，就是马斯克在他的脑海中早就已经要把特斯拉转型成为 AI 公司了。所以投资者们憧憬了这么久，终于在马上的6月22号，无人驾驶出租车就要从一个技术梦想变成真刀真枪的市场较量。按马斯克宣布的日程表，暂定在6月22号将是 Robotaxi 的首次运营，地点选在德州的奥斯汀。大众就是非常误解的一件事情，这个 Robotaxi 它不是去年的那一个车型的 Robotaxi 运营，而是一个就是你$37,000买来的 Model Y。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它意味着所有存量车以及将要交付的 Hardware 4车，包括后面的 Hardware 5，都将可以成为这个无人出租车的运营这个车队的之一。不过啊，这次马斯克选择了小心谨慎。他虽然画了一个到明年年底要实现100万辆车队的大饼，但是在一开始，特斯拉只会推出一个由10辆机器人出租车构成的小车队，随后在未来几个月里逐渐增加到20辆、30辆、40辆，最终在今年年底达到1000辆规模。并且这次发布啊，可能它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初步启动，甚至可能都不一定有发布会，因为它也不对公众开放，不像以前那种特斯拉 AI Day 的形式。这10辆车呢，也可能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围栏内运行，并且是有人类在远程监视的，可以随时接管。车辆应该也会保守驾驶，避开那种高风险的道路。如果我们纵观 Robotaxi 这个市场，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谷歌旗下的 Waymo， 这2家公司也分别代表了2种技术路线，市场对于最终鹿死谁手一直都还争议不断。从技术路径来说， Waymo 采取的是多传感器的技术方案，它保持了更大的感知冗余，因为它有好多设备，有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麦克风阵列、多组摄像头等等，它提升了安全性，但代价是它的造价非常贵。马斯克在今年4月就曾经抨击过 Waymo， 说它的问题就在于耗费了太多的资金，并且 Waymo 严重依赖于高精地图，这一点啊其实挺致命的，因为如果你每去扩展一个新城市都需要提前准备很久，你要去测绘团队要先去采集数据，特别是如果你想去开展海外业务就更麻烦了，因为很多国家并不开放这种高精地图的测绘，所以 Waymo 车队的扩展速度是比较慢的，至今也没有超过1500辆车。那特斯拉这边呢，就是马斯克用第一性原理所坚持的纯视觉路线。马斯克认为，既然人能通过2只眼睛来开车，那机器就应该也可以。
所以特斯拉砍掉了那些雷达，也不需要依赖高清地图，采取了端到端的技术方案。端到端呢，就是一端是巴克摄像头采集数据，另一端呢就是一个 AI 神经网络来进行判断和规划。马斯克的纯视觉基本上可以说是能够一招吃遍天下，就只要他的算法成熟，就可以在一夜之间通过 OTA 云端升级，部署在全球的车队里，极大的缩短了技术落地的周期。不仅可以部署在专门为 Robotaxi 打造的 Cybercab 上，也可以部署在现有的搭载 Hardware 4以上的 Model 3和 Model Y 车型里，这些都是100万辆级的车队规模。所以马斯克说的这个100万辆的目标啊，肯定是要将这些私人车辆纳入进来，让这些车呢在空闲的时候可以变成无人驾驶出租车，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他说的这么大规模的车队。在6月22号试营运之后，特斯拉眼前最近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搞定监管。几乎这些所有公司都会在 Texas 进行测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Texas 是一个监管比较松的州，所以这也是特斯拉今年选择在奥斯汀首先进行测试。Texas 呢是全美国GDP 排名第2的州，就仅次于加州，所以我觉得这是在 Texas 开始特斯拉无人驾驶运营的第一步，我觉得是很有重要意义的。这也会给其他的州，包括整个的这个社会舆论一个证明，一个样板，一个例子，就是说特斯拉的无人自动驾驶是可以的。那么就在前不久，美国的这个新任的这个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他不是去了奥斯汀吗？在马斯克陪同下做了特斯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就联邦层面，所谓这个监管的最高这个领导已经去过了，我觉得已经非常大支持了啊。在美国各个州对自动驾驶的审批条件都不一样，马斯克呢他也非常希望全美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首先就说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一个政府，所以每个州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而很多州目前没有进入一个就操作流程，具体应该是怎么管这个事情，很多州是没有一个想法的。因为不管是 Waymo 还是特斯拉，并没有想比如说在纽约州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本身监管都不在我的日程里面，我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到时候你们真要来申请，我们到时候再考虑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首先就是比较遥远的，而且每个州肯定会有不同的想法。第二的话就是说，那当然他自己现在在德克萨斯，因为他毕竟他总部就放在奥斯汀，他自己是在德克萨斯很大的 employer， 他厂在那个地方，那必然就当地政府会给他开很多绿灯。那他拿到这个东西，他今后再去其他地方，去亚利桑那、去佛罗里达、去其他州，是否能给他一个同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监管的优惠条件？目前确实是我们是不知道的。除了监管问题，特斯拉要想大规模铺开无人驾驶出租车，至少还需要突破3件关键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想真正实现 L4， 就需要搞定那些极端情况。特斯拉目前的 FSD 基本上还是介于 L2 和 L3 之间，肯定还到不了 L4。特斯拉要想证明自己能到 L4，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要搞定那些偶然因素所造成事故的可能性。那特斯拉呢，就需要不断的继续去积累大量的驾驶数据，这个数据量呢，要求是很大的，现在呢可能还不够，它远远超过了现在已经完成的测试量。那对于这一点来说，就不得不说 Waymo 还是有先发优势的，因为它有大量传感器带来的这种感知冗余，它现在就已经在 L4 级别运行了。第二点呢，就是特斯拉需要根据地点的不同去嵌入本地化的参数来调整算法。第三点呢，则是基础设施。我们知道，美国在充电桩这个基础设施上其实铺的不算太快，但如果要想让 Robotaxi 在全美范围内运行，并且打败 Waymo 替代 Uber， 那就需要有足够多的给车队充电的充电设施，还有给车内清洁的设施。所以啊，如果你细细想来，真要实现这么大规模的车队，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去考量的。摩根斯坦利在他对 Robotaxi 的估值模型里面就有一个很细的测算模型，包括了清洁费用、能源费用，如果用 Cybercab 所产生的制造成本，还有折旧、维护成本、保险、停车费等等很多项目。对于 Robotaxi， 我觉得木头姐的一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马斯克呢，他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能覆盖几亿人的日常出行，而 Robotaxi 可以从每一单的行程中抽佣，但总的使用成本比现在的 Uber、Lyft 要更低。所以特斯拉坚持纯视觉，并不是单纯的技术信念，而是它背后有一整套更大的战略布局。最后我想说啊，对于无人驾驶出租车这种全新的行业和商业模式，有 Waymo 这样的竞争对手绝对是件好事。因为如果这种新市场只有一个主要的玩家，那反而说明要么是这个市场总体不大，要么是这项新技术还完全不成熟，离真正的商业化还10万8千里。
以前我在一级市场，很多新技术看起来很好，但投不投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这个行业有没有形成竞争的态势。最近《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就披露了 Waymo 的一些数据，在2023年末 ，Waymo 的付费乘车总数达到了100万次，到2024年底，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500万次。在今年5月就突破了1000万次，这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速度。这其实说明了消费者对于乘坐一辆没有人开的车在逐渐养成消费习惯，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如果大众对这项技术是充满恐惧和排斥的话，那对于 Robotaxi 这样的纯视觉方案来说，其实会更加不利。5月底，马斯克在他的 X 上写道，他又要重新回到24小时全天工作的节奏了。直接睡在会议室、服务器机房和工厂里，他必须高度专注于 XAI 特斯拉。暂时马斯克又回来了，这直接让特斯拉的股价大涨，市场对于即将推出的 Robotaxi 也充满期待。马斯克他来设计这个 strategy 的时候，我觉得显然是完全的向 AI 来转型。现在特斯拉又变成了一个背水一战的一个时刻了，就像当年 Model 3、Model Y 的时候，你量产不出之后你就要破产。那么我今天也认为，特斯拉如果不把自动驾驶解决，不把这个物理世界 AI Optimus 最终把它推向市场，我觉得特斯拉也到这样一个境地了。但这恰恰是马斯克的公司的迷人之处。我比较有信心的一个就是特斯拉的这个纯视觉 FSD 到今天确实到一个交答卷的时刻。对于特斯拉基本面不好，但是却无比坚挺的股价，资本市场甚至还流传着一个更有想象力的故事。它的估值有很多市场的参与者现在会期待，或者说觉得很有可能马斯克会今后把他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业务，没有上市的业务会装进这个上市公司的实体，比如说会让特斯拉和直接和 XAI 去合并。因为从业务的协同性来讲，其实可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今后我要提高我的算法的可靠性，我的算法灵敏性，那我现在 AI 我现在自己已经训练一个很大的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用到来自动驾驶上面的，所以它可以讲这个故事，把 XAI 来并进那特斯拉。那当这一块进来之后的话，整个故事就改变了，就成了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的话，故事其实还是有往上走的空间。那当然这个事情Elon Musk并没有说他要做，但是现在市场很多人在猜测这个事情是他考虑要做，他可能会把特斯拉的名字就改成就不叫特斯拉，这公司就叫 X， 然后它的核心其实在 XAI 这一块。那这东西是否会做，怎么做，就我们拭目以待。马斯克重新回到24小时全天工作的这一刻，像极了10年前特斯拉濒临破产时他睡在工厂地板的岁月。那个时候，愤怒的马斯克创造了奇迹。不过在今天，这个战场已经复杂了10倍。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在纽约的特约研究员叶文来讲讲我们这周的第3件事儿，比较偏消费赛道非常有趣，这就是 Justin Bieber 的妻子是如何仅仅用3年的时间打造了10亿美元美妆品牌的。这是28岁的美国模特 Hailey Bieber。2周之前呢，她更被大家所熟知的身份是加拿大籍歌手 Justin Bieber 的妻子，各项娱乐新闻的女主角。但是5月28日她的身份却又多了一项走出好莱坞、走进华尔街视野的企业家。Model Hailey Bieber joins the ranks of billion-dollar beauty brands. Sold her Rhode Skin Company to Elf Beauty for $1 billion. 2022年 Hailey Bieber 和朋友创立了美妆及护肤品牌 Rhode。3年之后呢，这家公司以高达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平价美妆品牌 Elf Beauty。在这10亿美元里面，包含6亿现金和2亿股票，以及未来3年基于 Rhode 业绩支付的2亿美元额外对价。当然Rhode 在第1个3年的成绩其实已经十分耀眼。截止至2025年3月底 ，Rhode 的净销售额达到了2.12亿美元，和去年同比增长了28%。那么在这期视频里我们就为大家讲讲 Rhode 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而这次收购又彰示了 Elf Beauty 和 Rhode 这2家品牌各自什么样的野心呢？在2022年 Rhode 刚刚成立的时候明星品牌这个赛道其实是挺拥挤的。在此之前呢，已经有了大获成功开创多色底妆产品先河的 Fenty Beauty by Rihanna， 以及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经常被网友拿来和Hailey比较的美国歌手 Selena Gomez 一手创办的 Rare Beauty。
总之呢，Hailey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大牌的那一个，但是Hailey 却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她精准的把握了当时流行的 clean girl aesthetics 这样的风格。所谓 clean girl 呢，就是干净自然的意思。那放到护肤和美妆产品里面呢，它就意味着极简护肤、裸妆质感，追求皮肤屏障修复，而不是浓妆艳抹式的变脸式营销。Hailey 呢本身是一名模特，她自己也说多年来她最热衷于研究的事情之一就是护肤。所以当她手握一款精华素颜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时候呢，网友是真的会买账。她是一个真正的流媒体女王在创业，就她们都是纯粹的互联网的原住民且流媒体女王。所以我觉得本身个人的 IP 是很适合去推这个东西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当我们讲的比较 boring， 就是我们会讲故事的这个载体是什么？因为彩妆是外显的，一个是它有潮流和社交的属性，另外一个呢，它也有肤色包容度，包括跟外貌和解的这个意味在里边。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是第一，非常适合社媒去呈现，就非常适合短视频，非常适合 streamer， 非常适合短平快的呈现它的效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它都非常的自带价值观，适合 icon 做宣导。2015年Hailey认识了 Justin Bieber 纪录片 Seasons 的导演 Michael Warner， 也是 OBB Media 的创始人。在疫情期间呢，Hailey萌生了做一个个人护肤品牌的想法，所以在电话里告诉了 Michael， 两人一拍即合。在 Rhode 成立初期呢， Michael 为 Hailey 拍了一个 YouTube 系列，我的洗手间里有什么。But I'm going to do this video for you guys, showing you my morning skincare routine, how I would prep my skin for a day of work.For a photo shoot. 那么经常刷短视频的观众对于这个套路肯定是很熟悉了呀。Hailey 她通过视频护肤和美妆教程找到了自己的受众，同时呢也拉近了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这让 Rhode 在上线之初就收到了一大批关注。Rhode 最初只上线了3款产品啊 ，Peptide Glazing Fluid、Barrier Restore Cream 和 Peptide Lip Treatment。这个以少即是多为理念的产品线，加上Hailey本人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的素颜试用，让 Rhode 在年轻女性中迅速建立了口碑。尤其是 Peptide Lip Treatment 在 TikTok 上被无数美妆博主安利，还一度引发断货。Rhode 团队呢也擅长利用社交平台的流量，比如说今年推出的一款附带放唇膏的手机壳 Lip Case， 就成为了社交媒体疯传的爆款。Rhode 没有在线下商店销售，完全是依靠官网和社交媒体来打天下。不到3年的时间里呢，就做到了年营收超过2亿美元，并且保持近30%的年增长速度。这对于一个新创美妆品牌来说呢，是极其罕见的成绩。这次收购 Rhode 的 Elf Beauty 是一家成立于2004年的老牌美妆公司，曾经以低价加高质量的策略赢得了一批忠实粉丝。比如大牌动辄卖几十甚至几百刀的粉底啊 ，Elf 只要20刀不到。网络上的反馈呢也不错，同时 Elf 在 CVS、Target 等超市零售渠道广泛铺货，所以尤其受到中低收入年轻消费者的欢迎。所以我觉得在北美，我能相信像 ELF 他们自己就做的挺不错的。我觉得北美有好多这样的开价品牌，长期存在于某一类渠道，然后他们解决的是功能性的问题，而且存活时间很长。近几年来呢 ，Elf 在美国资本市场表现亮眼，2024年全年销售额增长77%，并且在过去5年里，股价上涨了将近1000%。但根据 CNBC 报道啊 ，Elf 的投资人正在担心关税会影响这家公司的未来，所以 Elf 也正在积极铺设更多样化的产品线。收购 Rhode 正是他进军高端加护肤赛道的重要一步。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双赢的交易。Hailey 得到的是资金和分销资源，而 Elf 得到的则是品牌调性以及下一阶段的增长动力。收购之后呢 ，Hailey 还会继续担任 Rhode 的首席创意官，参与产品设计、营销和品牌增长。他同时呢还会成为 Elf 的顾问，将 Rhode 作为 Elf 集团内部的独立品牌来运营。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啊 ，Hailey 也说到，几年来我一直想要把 Rhode 带给更多的人，今天我成功做到了这一点。Rhode 的成功呢，也意味着网红品牌 2.0 的时代真正到来了。产品力要经得住考验，创始人要亲自下场，社交媒体只是放大器，而不是遮羞布。像同时获得巨大成功的 Wear Beauty， 也是借助了网络的力量，让创始人、品牌和消费者之间产生了深度的联系，打造了一个密切的社群。因为它是近几年以来可能从社交媒体声量上来看可能做的最有热度，同时在商业成绩来说应该是表现最亮眼的品牌之一。同时我觉得它有很强的创始人 Selena Gomez 的个人风格属性，包括有很明亮的色彩，然后有很鲜艳的妆效，
同时还特别亮眼的一点，也是特别符合 Gen Z 喜欢的一点是，他从一开始就 Selena Gomez 借助这个品牌去讲述他自己得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从而让所有的用户，包括让所有的产品都关注到身心健康，就是 mental health wellness 这个点。我觉得这是让彩妆品牌超出了彩妆品牌关注的妆效或者是审美这个事情本身，而变成了一个线上大家都能参与到的一个非常有社会价值意义的讨论中去。而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标志性的品牌。当然了，在林林总总的名人品牌里面呢，失败的例子也不少。Ariana Grande 的 REM Beauty 虽然启动声势浩大，但产品定位模糊，销售不理想。Kim Kardashian 最早的 KKW Beauty 则因为结构重组而停产。所以总结来说啊 ，Rhode 和 ELF 的这笔交易呢，不仅是一场资本市场的收购，同时呢，也是在传递一种信号。年轻人想要的美妆品牌，不再只是顶着明星脸的代工厂，而是真正懂得社群文化和内容叙事的企业。而对于 Hailey 本人来说，她已经不再只是 Justin Bieber 的妻子，而是把自己的名字变成10亿美元估值的女企业家。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101 Weekly。那之后的北京时间周一、硅谷时间周日的下午呢，我们都希望能够上线这样一期周更的栏目啊，从硅谷视角、华尔街资本的视角，以及呢更加年轻、更加鲜活一点的零售业视角，分别呢带给大家近期讨论热度最高的科技还有商业领域的3件事啊。那我一鸣还有一文，以及呢更多的硅谷101的特约研究员呢，会来与大家分享我们的观察，还有行业当中的讨论。也希望呢用这样更加轻量级、更加有趣的新节目方式来提高我们的更新频率，而同时呢又能够和大家聊更多选题，与大家更加充分的交流。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的节目形式，也欢迎多多给我们提你们想听的选题建议。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拜。